在我们这里有一种卤鸡，特别的香，特别的好吃，每天的生意都特别火爆。它的特点是不炒糖色，也不炸，操作更简单，鸡肉鲜嫩多汁，肉香味特别浓郁，特别适合家庭制作。大家好，我是大叔阿斗，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道五香卤鸡的做法，轻轻一撕就骨肉分离。它实际上卖的肉质要紧一点，自己家里做可以控制它的软烂程度。我特意准备了一大一小两只鸡，它们都是三黄鸡，一只4个月大，属于童子鸡，净重大约700克。大一点的鸡年龄估计在半年以上，它的表皮已经出现了黄油，净重大约1000克。把它们放在一起对比一下就会特别明显。小一点的鸡表皮是粉红色的，它的特点就是肉质特别嫩，甚至于鸡胸肉都很嫩。大一点的鸡表皮发黄，而且颜色均匀，就说明它积累了更多的鸡肉风味。常言道，要想卤水香，香料配老汤。首先我们要准备一份鸡心熬制的高汤，准备一些新鲜的猪棒骨，大约1000克。我们还是要把它们清洗一下，用流动的温水把它们冲洗干净。这些是黑猪肉的排骨，香味特别浓。清洗干净后无需浸泡，直接放入锅中开始焯水。朝锅中加入多点的冷水，直到完全没过它们。加完水之后，再加入几个大葱段、一点姜片和多一点的料酒。我们开中小火把水慢慢煮沸，水开后用漏勺撇去浮沫，撇除干净后再煮5分钟的时间。要煮到大骨不再渗出血水，就用漏勺把它们都捞出来，然后放入温水里面。再用流动的温水把它们仔细的冲洗干净。大家看一下，残余的血沫还真不少。清洗干净后，把它们放在案板上，沥干多余的水分。准备一口大一点的土砂锅。接下来，我们朝锅中加入8斤左右的清水，最终会得到6斤左右的高汤。然后盖上盖子，开大火把砂锅中的水煮沸。准备一口干净的锅，朝锅中加入少量的植物油润锅。油热后，把沥干水分的猪大骨放入锅中。开中小火把它们煎一下，利用油的高温把大骨表面有肉的部分煎出香味。这样做可以突出多余的油脂，还能发生美拉的反应，赋予肉更多的色香味。由于大骨头不规则，要多翻几次面，还需要用筷子帮助一下，才能尽量的把每一个面都煎到。家里面有烤箱的，可以选择上下火160度烤10分钟，效果是差不多的，一直煎到表面都微微焦黄，散发出浓郁的肉香。我们就关火，等砂锅中的水煮沸后，我们就把煎好的猪大骨放入砂锅里面，然后把锅中的油也倒进去，保持大火把水煮沸。等水再次沸腾后，我们就这样不加盖，保持大火煮15分钟，让汤中的脂肪发生乳化反应，从而让汤的颜色直接煮成奶白色。这个熬制高汤只是低锅卤水才需要，后期不断的放入鸡肉进行卤制，鸡肉的香味会不断的融进卤水里面，就不再需要额外熬制高汤了。汤色奶白后加入姜片，然后调成最小火盖上盖子，继续炖煮3个小时，大约可以得到6斤左右的高汤。炖汤的时间，我们把2只三黄鸡处理一下，把它们清洗干净后，先用刀把鸡屁股切下来，我一般是丢掉不要，再用厨房剪刀把鸡的脚趾剪掉。全部处理完成后，把鸡脚塞进鸡腹部，然后整个放在锅里面，烧一壶开水，把鸡皮烫一下，让鸡皮收缩。另外一只鸡也同样处理，然后用冷水清洗一下，顺便去除残留的毛根。这样处理过的鸡皮会变紧实，后期煮的时候鸡表皮不容易破损。下一步，我们开始准备五香卤料包。碗中加入桂皮8克、八角6克、小茴香4克、花椒5克、丁香0.5克。以上这5种就是五香。再加入干辣椒6克、良姜5克、山奈5克、白胡椒粒4克、白芷4克、肉蔻4克、白蔻2克、陈皮2克、拍碎去籽的草果2克、砂仁2克、碧波2克、甘草2克。朝碗中加入上清水，把香料抓洗干净。清洗干净后，再重新加入60度左右的温水，把它们浸泡10分钟左右的时间。经过浸泡，就能减少一部分让人不愉快的苦涩味和一部分的中药味。10分钟后倒出来沥干水分，不嫌麻烦的话，可以把它们炒一下或者烤一下，香味会更浓郁。再准备一个清洗干净的纱布袋，把香料全部放进去，然后把口子扎紧。我们再准备一些食材用来制作卤油，准备小半个清洗干净的洋葱，把它们直刀切成洋葱丝，只要粗细差不多就可以了。
全部切好后，大约150克，用手把它们抓散，充分抓散后放入个盘中备用。准备一小节清洗干净的大葱，把它们斜刀切成片，不用考虑完整性，随便切都可以，切散了也无所谓。全部切好后，大约100克和洋葱丝放在一起，再加入姜丝30克，最后准备清洗干净的香菜40克，改刀切成小段，连同香菜根一起放进来。下一步，准备一口干净的锅，朝锅中加入100克植物油，然后开大火把油加热，油温5-6成热。我们朝油中插入一只筷子，等发现筷子周围出现了很多密集小泡的时候，就说明油温差不多150度了。我们迅速倒入全部的大葱、洋葱、姜丝和香菜，开小火慢慢浸炸，把它们的香味炸进油里面，炸到它们表面微微焦黄，我们就关火，让余温继续浸炸5分钟。5分钟后，我们用漏勺把锅中的残渣捞起来，然后用勺子挤压一下，尽量挤干里面残余的油脂。现在的油还只能叫料油，经过卤制之后才能变成卤油。我们再把炸过的料头装进一个纱布袋子里面，再把口子扎紧，待会也要放进卤水里面。盐的用量如下：每1斤水加6到7克盐，再准备一点黄冰糖，用来去除苦味，大约40克。最后我们准备1碗特级生抽，大约300克，老抽酱油60克左右。经过3个小时，高汤已经煮好了，大骨上的肉还没掉下来，黑猪的肉真是耐煮。我们把它们捞出来，然后用漏勺过滤一下，把卤油倒进去，它能起到一个保温、隔绝空气、锁住卤水香味的作用。锅中加入清洗干净的红曲米，大约20克，加入清水，把它煮开。水开后再煮3分钟，就是天然的色素。还是用漏勺过滤一下，把它倒入卤水里面，然后倒入全部的生抽、老抽、食盐和黄冰糖，再把2只鸡都放进去，再次开大火，把汤汁煮沸腾。2只鸡还浮在表面，我们放入2个纱布包，刚好把它们压进卤水里面，然后盖上盖子，调成最小火，先煮40分钟。40分钟后，我们打开盖子，把卤料包拿出来，千万不要久泡，它会泡出全部的香味，让卤鸡的香味太浓。装香料的纱布袋还可以使用1次，放入冰箱冷藏保存。装料头的纱布袋清洗一下，里面的残渣倒掉不要，然后浸泡2个小时。2个小时后，我们把小一点的卤鸡拿出来，颜色也很漂亮。这种小鸡特别嫩，随便撕开一下，汁水特别足。再次开大火把汤汁煮沸，然后再煮40分钟。40分钟后关火，再焖2个小时。需要特别说明的是，这样开火关火分别煮40分钟，等于一次性用小火煮2个小时。至于原因的话，是因为在卤油和砂锅的保温作用下，超过85度都等于小火慢炖。好了，时间到，我们把大鸡也捞出来。这个大一点的卤鸡颜色会更深一点，2个小时炖煮，鸡肉也变得软嫩入味，它的肉香味会更浓郁一点。我是大厨阿斗，感谢您的观看。如果您也喜欢我的视频，请您关注、点赞、收藏、转发给更多的人。